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极进中兵最为诡异的精彩杀招。一旦掌握这一套系统布局的话，对方可以说屡战屡败。我们快速进入今天的棋局。黑方进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，形成屏风马之势。当然，在这里红黑双方的主要走法，黑方就是平炮对车，红方平车，退炮打车。进兵，平炮一打，选择平车避让，选择乘势。接下来再次发动中路进攻，黑方选择侧翼出击，红方上马进卒吃掉。这时候红方再次上马，那么走到这里就稍微有所不同了。前面有飞象的变化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进攻的分支变化。黑方在这里，因为这匹马始终会丢。反而车8进8，将来形成了5步穿草马。红方当然不让先手上马吃掉，接下来黑方展开系统的还击。前面我们选择了马7进8的这个变化，黑方是屡战屡败。本局我们看它新的变化，平车过来，在这里既有进车吃马，还有退车吃炮，寻回先前这里丢掉马的一个损失。那么现在红方该怎么走呢？红方这里显然并没有逃炮，而是继续急进中兵，发动中路的进攻。那么现在黑方有2个走法，进车吃马以及退车吃炮，我们可以分别来看。首先进车把马给吃掉，那红方当然不让平车吃掉，黑方进炮打掉。好了，经过一轮的交换，可以说红方已经找回了损失。接下来大家来看看红方该如何妙手入局呢？这里也是训练我们残局功夫了。本局棋可以说走得非常的凶狠，进炮一将军，中路有炮，形成了天地炮之势。那现在这个势撑不开，也只好选择飞象。此时红方再次进兵，现在黑方还不得不防一旦再次冲兵吃势的话，就是一个绝杀无解。同时这个老将又出不来，被红方这个马进行了一个定位，仅此一步，飞象吃掉。好了，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再次使用弃马13招惯用的招法，退炮打象，瞄着马。这个象显然走不动2个士也走不开，只好选择弃马保住老将。然而已经是没有机会了，红方平车吃掉。那么下一步棋就有绝杀了。黑方在这里也没有办法，苦于无奈，先手进炮打一将吧，先捞一点甜头，不然的话最后将军都够不上。此时走完之后，红方称势，接下来也没有办法出车抓马。好了，平炮打象就是个绝杀无解。现在黑方这个势无论往哪里撑，红方只要把车一闪开，就是个重炮杀棋。由此可见这一步吃马，红方采取前方的车马炮兵4个大子联合阻杀，非常的凶狠，非常的快。我们再次返回来看看黑方吃炮的变化，退车一吃炮，那这里红方采取一个果断措施跟你对车。那显然如果说对调的话，他这一块的子力目前来说没有出动，当然是进车吃马的话，捞一个实惠赚一个子。然而这种走法依然是落入了红方圈套之中。那么接下来红方再次使出妙手，进车抓炮。那现在黑方又有2个走法，多数情况下会退炮以及炮7平9。我们分别来看，首先是退炮的变化，结成弹子炮，这样的话你这个车还得闪开。但是红方是有杀先看杀，一招车9平6的话，借助这一个钓鱼马中路有炮形成一定的牵制，进车下里就是杀棋。那没有办法，只好选择飞象，因为先前这里退炮正好卡住了自己象腰，也只能补后中路。
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入手呢？这里直接进炮打掉象。这里一将军的话，他这个是怎么成呢？如果说退的话，这里很明显一步棋就到位了，品车就是个杀棋。那比较顽强一点的话，只能士五进四。此时红方进车吃掉士。好了，相信棋友们一看，这里非常的明显，双车马炮一兵啊，已经是5个大子兵临城下，接下来一步速杀。那黑方没有办法，现在还吃着双炮，老将动不了，士又不敢撑，来了一招退炮，这里来个打串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大家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又该如何妙手入局呢？这里再次使用了一个弃车快刀，快手将军。这里将军的话没有办法，仅此一步，品车砍掉。好了，接下来有2个杀招，上马将军绝杀无解，当然还有更加狠的，就是来一个品车双将绝杀。大家看看这个杀法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厉害呢？我们再次来看黑方分支的变化。那这里红方进车抓炮的时候，他还有第2个走法，选择炮7品9。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入局呢？这里依然是品车过来叫杀，黑方只好选择象3进5。当然，为什么没有走象3进1呢？也是因为红方的中路形成一定的牵制，同样用炮守住这个象，然而用象加强中路的防守。现在你进兵吃或者说进炮打都不成立，大家看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又该采取如何妙手入局呢？这里咱们话不多说，这个走法始终是极进中兵的精髓入局招，依然是上马踩掉中士。这里接下来就给黑方形成了3种走法。首先我们在这里说明他的老将是不能动的，那么现在要么乘势吃，回马吃，品炮打马，我们就围绕着这3个走法分别为大家来分析。首先我们看回马吃掉的话，那黑方这里显然就中招了，红方始终有进兵吃掉象。接下来你这个马跳不开，无论怎么走都是进兵吃马杀棋，进车看也是来不及。好，我们返回到这里。那如果说不吃马，上马吃掉兵呢？这里感觉不错啊，但是这里一招制敌，进炮一打象就是个绝杀，反而帮助红方。由此可见，上马吃的话，或者说回马吃都不成立。那现在我们继续看此局面下，黑方第2个走法选择乘势吃马。实际上这样吃的话，红方当然是继续冲兵。那这样一走的话，很明显老将死死的动不了，眼睁睁的看着红方进兵绝杀。即便是比较顽强的，接下来上马，大家看一看，感觉进兵将军的话，我反手平炮就给你打了。但是这个极进中兵小兵它还有另外一层作用。咱们用车吃，小兵照着这个车，这个老将就只能走开了，将平6。接下来无论进车还是退车，都是平车照头来一将，同样是个绝杀无解的棋。你即便是平炮在这里挡的话，双车夺炮，这个走法依然是绝杀无解。我们继续看黑方第3个最为顽强的，也只好选择平炮打掉马。那么这时候他的中炮还瞄着红方，红方如果说此时进兵吃象的话，显然他有一个缓打。那这样的话打完之后，红方平车吃掉，吃完之后红方这里始终还是有杀棋，因为很明显平兵摆开的话，双车就是杀棋。那么即便是你这里平将的话，因为中路有帅的话，同样平车将军同样杀。那么接下来他是乘势还是回马呢？实际上这2个走法都不行。比如说乘势的话，直接进兵破势入局，
回马的话也同样是如此。最为顽强的就是退炮，因为当你这个兵闪开的时候，他好平炮中路，反来一将军。然而红方还有妙手平车，准备双车砍底士，就是个杀棋。当然这个走法如果说不走出来，大家稍微有点疑惑，因为主要这个兵借助了帅力。我们比如说黑方随便走一步棋的话，红方进兵砍士一将军，老将不能动，仅此回马吃掉。这时候红方并不是进车砍马，而是小兵借助老帅的威力千里照将，绝杀。此时进车砍马，一招制敌。好，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化，我们同样也为大家摆出来。此局面下，黑方他还有比较顽强的选择撑士，因为你平车的时候，他把士撑开，你就没有办法入局。但是这里依然有巧妙的招法，进兵砍掉士。现在回马吃，进军底线杀棋，也只好选择平将。那这里就很明显了，进军底线杀棋，同样平兵也是杀棋。当然还有更加凶狠而且欺负人的进兵，把老将逼到角落里面，同样杀棋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3个杀法可以说非常的凶狠，而且非常的精妙，始终围绕着急进中兵，把这个中兵发挥到了极致的威力。同时上马破中士也是急进中兵非常精妙的入局招法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一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